哎呀，这床坐久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啊，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昨晚呢，有一个姑娘跟我联系啊，说自己被男方给耍了啊，到嘴的王八给跑了，到底是追还是不追？这姑娘是88年的，本科学历，国企工作，年薪在10万左右。因为工作比较忙，再加上自己啊只找优质男，就把自己的这个年龄啊给拖大了。上半年家里亲戚给介绍了一位优质男啊，这个87年的硕士，年薪在20左右。两人见面啊，那是相见恨晚，认识半个多月啊，就火速确认了恋爱关系。随着感情的发展呀，这订婚仪式啊，他就提上了日程嘛。国庆期间呢，见了双方的父母啊，见完面啊，那家里人都闲不住了，就开始各种催婚。这个上周啊，男士啊也主动问了这个女方，结婚彩礼你要多少？这姑娘当时啊也没有给个明确的信儿，有些害羞啊，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这第二天啊，她给男士回复说彩礼20万。女方的理由是啊，这老家的风俗基本都是10到20万，哪个地方我就不说了啊，反正啊我了解的是没有那么高。其次啊，这男方的条件啊本身他也不错，真心过日子啊，这彩礼给1年的工资啊他也不为过，就定了20万。男方听完啊，觉得自己啊他不能接受这么高的彩礼，他也有理由，一是自己老家的这个风俗啊在3万到8万，二是自己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啊，都去买房和装修了。最后啊，跟这个姑娘表态说啊，自己愿意给10万的彩礼，女方呢也不需要啊给任何嫁妆。这要求呢被女方呀给拒绝了。她觉得呀，男士在彩礼上面啊讨价还价，是吧？那你肯定啊不是真心想要结婚的。就这样，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啊，男士妥协，说我可以给出20万的彩礼，但是啊需要女方啊签一份赡养协议。内容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如下。这个第一呢，是男方是独生子，父母都是农村的，也没有退休金啊。男方希望在父母60岁之后啊，每月从家庭共有的收入当中支出800元给2位老人作为生活费。这第二呢，就是从家庭收入当中啊，这男方要给父母啊购买这个医疗保险，每年啊大约在5000左右。这第三啊，就是每2年春节啊必须回男方的老家一次啊，给父母啊2000元的节日补贴。第四是父母晚年只剩1人的时候啊，要接到家里来共同居住，以尽孝道。还有一个是，如果2个人呢在5年之内离婚啊，彩礼需要退还50%作为补偿男方父母的养老基金。这姑娘听完呢就炸开了锅呀，说什么也不同意啊，认为男方啊这是明显的在向自己用手段来欺诈她。按照这协议啊，1年杂七杂八的，那就要给出将近2万，这样算下来，男方呢10年就回本了，我还免费给男方当了10年的保姆，又出力又生孩子的，而且如果5年之内离婚，我还要退回10万过去，这不是做梦吗？男方就解释说呀，这个协议啊本来就是啊子女应该履行的义务，况且是婚后共有财产，以自己的实力啊，这钱啊基本都是自己来出的。离婚那条啊，并不是想要多少回来钱啊，只是希望女方能够好好跟自己过日子而已。就这样，两人呢是互不退让啊，关系就僵在那里，冷战了有将近1个多周啊。前天下午啊，男士突然就发信息说啊，两人不合适，不想耽误了这姑娘，提出了分手。这姑娘一看呀啊，立马慌了神呢，急得跟这个男士解释说呀啊，自己想通了，可以接受协议。男士却回复说呀，不是协议的事情，而是自己啊确实没有能力啊给这20万的彩礼，不想为此啊耽误了这姑娘的大好前程。于是这个姑娘呀就跟我控诉啊，这个男士啊是多么的有心机啊，从一开始啊就没有想过要给彩礼，协议啊只不过就是分手的理由而已。说着说着呀，这姑娘就开始啊哭啊，自己这么大年龄了啊，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合适的优质男啊，不想就这么错过了。说如果20万的彩礼男方觉得多呀，他自己啊是甘愿啊降到10万。但是啊，在他自降身价之后啊，跟男方联系啊，依然是被拒绝了。男士啊说什么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这姑娘是越想越后悔啊，她就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前些日子我去市场卖王八啊，有人看上了，觉得我这王八哎呀品质特别好，问我多少钱，我说20万。那个人说我疯了吧，别人都卖200，你竟然卖20万。我说这样吧，我自降身价啊10万卖你了。那个人他不买呀，觉得太亏了，还骂我太贪心啊。我一听我就不愿意了呀，明明我都给你便宜1半了，怎么你还挑3拣4了？你看道理是不是都一样啊？买卖不成啊，无非就是价格不公啊，有人觉得亏了。那至于哪方亏了，大家来给说道说道。
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啊，32岁了，一直单身呢。本科毕业，在国企工作，年薪6万左右。她自己也很着急啊，但总是相亲不到满意的。我问她，我说你到底想要找什么样子的？她说呀，想找一个人品好啊，又顾家又靠谱的男人。我说你这范围也太大了，你可以具体一点呀。她说呢，自己其实也没什么要求，只要人好有感觉就可以。听完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边确实有不少男士人挺好的，但是多少都有些明显的短板就是缺点。他们找对象要求也不会太高。既然你比较看重感觉，那我就先把他们的缺点说给你听听。你要接受的话我呢就介绍给你；不接受咱就算了，免得介绍给你你又看不上人家。他听完之后也同意了。这介绍的第一位男士主要缺点就是胖身高在175左右，体重接近200斤。他一听就跟我说，哎呀，这也太胖了，自己的身材都管不住，那还能干啥呀？不愿意。这第二位男士学历中专，家是农村的，父母也没有社保，兄弟2个，他是哥哥。这姑娘一听这不行，我是本科我不能找本科以下的，兄弟俩麻烦还不断，而且农村婆婆她也厉害。接着呢，我又介绍了第三位男士这个男士情况比较特殊一点脱发比较厉害，个子也不算很高165左右。但是这个男士我是比较了解的，认识时间很长嘛，知根知底，人品特别好。这姑娘一听我不同意秃头很难看的，个子太矮，那也太丢人了。听完呢，我又给她介绍了第四位男士人很好，但是太老实了，没谈过恋爱，性格比较闷，不会哄女孩子开心。她一听就不愿意了，说不喜欢太老实的，起码2人谈恋爱他得懂我的想法吧，我生气了得知道会哄我，不然的话我干嘛要跟他在一起呢？说完呢，就特别不情愿的跟我抱怨，说我给他介绍都是歪瓜裂枣他一个都没能看得上。听完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给你介绍这些还真不是歪瓜裂枣第一位胖子男士人家是有车有房，海外留学硕士，父母还是公务员，性格好，在华为工作，那年收入嘛肯定可观呀。这第二位呢，虽然家是农村的，中专毕业就在外创业，现在自己开2家工厂收入咱就不说了，手下员工都有100多位。这第三位男士在研究所搞科研的，年收入稳定在30-40万，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家庭教育都非常好。那第四位男士呢，这个是一名医生因为大学确实比较忙这个学业顾不过来，也没有时间去谈了。这姑娘听完立马就跟我说哎呀，那感觉还不错都可以认识一下。我问她，我说你不是都没有感觉吗？她说那不是因为你先说他们的缺点吗？你看看要么长得胖，要么长得丑，要么家是农村的还兄弟2个，要么是情商低的，所以我才不愿意我一听合着你所谓的有感觉，就是对方长得帅，身材好，情商高，家庭条件还好，个人还有能力的呗。这姑娘一听说那也不是，我这个人不是很看重物质，感觉呢就是看对眼这个对方长得看起来舒服，相处起来不讨厌吧。听完我就头疼了，姐妹儿，你好歹明确的告诉我一下什么是有感觉吧。最后这姑娘是缓缓道来这个车房是要有的，没有贷款最好，有贷款呢也可以，但是个人能力得强你像我一年赚6万块钱，他一年得起码15万吧。家庭条件呢我也要求不高，这个男方父母城市户口有个退休就行。工作上面这个男人工作嘛最好体面一点，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岗这个医生都可以的，我也不挑。这人这一块呢，就是长得不要求多帅，毕竟我也配不上人家，但是也不能太丑，稍微差不多的就行。性格稳重，思想成熟这个是我最欣赏的。其次人品要好，有责任心也是我最看重的。2个人相处这个情商多少得有点吧。当然呢，我要求也不那么高起码会哄我开心就行。说了这些之后还问我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的妈呀，这些都已经灭绝了吧。临了还加了句哎呀，不找离异的，身材不好的。哎呀，忍了忍，我就跟这姑娘说总是这么做梦找对象，都32了，最后不耽误你自己，耽误谁呢？好了最近许愿池里面的王八有点多我等会儿我得去市场上卖王八，一只王八我得卖30万，看有没有人识货这前2天呢，有一位男士来找对象条件真的特别好，92年的硕士研究生海归，从事金融行业。他来找对象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他有处女情节，希望能够找母胎单身、门当户对的姑娘。说实话现在的相亲市场母胎单身不论男女确实不是很多，但大把的男士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处女情节的。昨天给他联系一位姑娘94年的硕士研究生，刚毕业没有2年，这个母胎单身，是一名医生2人呢是互相看了资料，也都挺满意彼此的条件，就约在今天中午一起吃个饭。就在刚刚吃饭结束了，2人是同时给我打电话，一前一后这种情况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事儿。2人呢一上来就是互相指责，
一人一句啊，我算是明白了这个过程啊。我给大家模拟一下现场，挺有意思啊。这中午吃饭的时候，这姑娘是带着闺蜜去的，人闺蜜95年的啊，是一名警察。据男士描述啊，这个姑娘长得非常好啊，很有气质，而很漂亮。姑娘说呀，自己是没怎么相过亲啊，不太放心，所以让朋友啊陪着来了。那男士听了呢，哎呀，也可以理解，也尊重啊。就这样，3个人一起吃了饭。刚开始啊，2人聊了些生活家常，聊得还算愉快。可是越往后啊，越冷场。这姑娘呢也不怎么搭理他啊，只是自顾自的玩起手机。反而是这个闺蜜啊，看有些冷场，就主动替她朋友说说话，解释说呀，这是第一次相亲啊，所以不太好意思。慢慢的呢，这男士啊就有点不太愿意啊，说话有些直。毕竟咱来相亲啊，好心请你吃饭啊，你带朋友也就算了，你还拉的个脸，那是几个意思啊？他又直接问这姑娘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这姑娘说啊，没有，自己只是比较慢热，毕竟母胎单身这么多年啊，对待感情啊还是比较谨慎的。那男士一听啊，就问这个姑娘啊，喜欢什么类型的？这姑娘说呢，男人啊要成熟稳重，有大格局，有眼界，工作上面要能力突出，回到家里啊也要温柔体贴啊，爱我最重要。说到这儿，这闺蜜啊有点听不下去了，说这世上没有这样的爱情啊，不要期待太高，人品正，有责任心啊才是最重要的。但这姑娘就不愿意了，说自己啊母胎单身啊很珍贵啊，现在这样的女人啊都很少了，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真心爱我的才值得。听的男士啊那是越来越不爽啊，是句句都不离自己母胎单身。于是他就问这个姑娘，那你只要求男人爱你就可以吗？人丑个子矮，年龄大，工作在底层，你能接受吗？这姑娘一听啊就问男士，你是故意的吧？我当然是先要看条件呀，条件差的我见都不会去见的。我并不是挑，而是因为我自己都很优秀，我不高攀，但也不能找个底层的人吧。我年薪20万，我不能找个低于30-50万的吧。我房子140多平全款，我不能找房子还不如我面积大的，还有贷款的吧。我可不想结了婚降低我自己的生活品质。其实说到这的时候，这个男士就已经很不喜欢对面这个姑娘了，说话呀就很直接了。那你的意思是你要找个有车有房条件好的，工作有能力，一年还能赚个30-50万，还要对你好，哄着你，回家伺候你的男人吗？姑娘也很直接啊，对呀。男人呢就笑了笑，问他呀，你是哪来的自信啊？你是年轻漂亮了，还是温柔体贴了？这姑娘听完就生气了，说你不就是图我母胎单身才见我的吗？你不就是因为我条件好才喜欢我的吗？这男士一听啊，接着说，姑娘你太搞笑了啊，这顿饭吃的我都快喜欢上你闺蜜了。她谈过恋爱，待人温柔啊，知道给我们俩夹菜，明事理在一旁边啊也不说话，反倒是你什么都觉得男人应该干的，你闺蜜还知道劝劝你现实一点。这姑娘气的呀扭头就走啊，结果就是出来就给我打了电话，说这个男士啊太渣了啊，侮辱了她。不一会儿啊，这男士还打电话过来，先是道歉说呀自己啊被气着了，说话呀有点没分寸，后是解释了一个这个过程。婚恋市场上母胎单身啊确实是加分项，前提是你得年龄不能太大。你看你自己气质上面压过男人，要求上高过男人，以自己母胎单身啊就定性自己的高价值。拜托，你的价值是由相亲市场上来决定的。快30岁了，母胎单身，脾气还大，哪个车房全款，年收入50万以上的男人能敢娶呢？如果面临2选1，娇柔造作的母胎单身女和善解人意的有恋爱史的姑娘，多数男人啊他也会选择后者的。毕竟啊，男人他也不傻不瞎吧。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这上午挺有意思啊，有一位姑娘跟我说后悔了，我一听，哎呀，那肯定有什么事儿了啊。结果呢，是因为自己要了30万彩礼啊，错过了一段很好的感情。这前2年啊，有一位91年的小伙来找对象啊，这个硕士研究生学历，搞科研的，一年能挣个20-30万，长得还挺帅的啊，绝对是大多数姑娘很合眼缘的类型。这就是家庭条件啊，确实不是很好，父母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这没多久啊，这母亲改嫁，父亲啊有残疾啊，就申请了低保。他从小是跟着父亲和奶奶长大的。他来找对象，要求就是啊，女方有稳定的工作，本科以上学历，性格温柔就可以。最开始给他介绍了有几个姑娘，但是因为性格原因啊、家庭条件等等都没谈下去。后来呢，就给他介绍了这位姑娘，92年的本科，在国企工作，年收入大约有个7-8万吧。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啊，有退休，独生女。这2人刚见面啊，彼此啊都很合眼缘啊。见了几次之后，男士就主动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告诉了女方，人怕女方嫌弃嘛啊，得先说明一下情况。这明确说了一下自己没有房子啊，正在攒钱买，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父亲吃低保，这一切都要靠自己啊等等。男士说完呢，也跟姑娘说呀，自己会努力工作，让自己的家庭啊越来越好。如果女方介意啊，那咱们就不谈了，就不用联系了。当时这个姑娘听完呢，是有些犹豫的啊，最后也答应啊，说可以交往看看。就这样1个月之后啊，2人就确认了恋爱关系。
这去年6月份啊，男士买了一些东西啊，去女方家里啊。起初啊，这女方父母啊都是很满意啊，这男方本人条件，但是一听啊男方家里情况，这脸色啊就不是很好看，这话里话外啊是嫌弃啊男士啊家里条件差，于是啊就提出要求啊，第一必须在市中心啊买上全款房，这1年工资啊必须稳定在30万以上，彩礼10万。男士也觉得自己努力啊是可以做到的，就答应了。就这样，两人呢是顺利啊谈了有半年多啊，房子呢也是在这个很紧张的情况下也买下来了，准备在国庆节的时候订婚。那订婚之前啊，男方家里啊特别想见见儿媳妇儿，尤其是自己奶奶啊，年龄大了也不方便出远门。于是呢，这个男士啊就提出啊带姑娘回老家见见。这姑娘也爽快啊，也同意了。两人就是先坐飞机啊，再坐这个大巴车，到了村里之后又转的摩的啊，终于啊辗转之后啊，可到了老家了。结果呀，这姑娘呀不愿意了，待了1天啊就要回来，嫌我条件差，好说歹说呀是哄着呀，待了3天才回来。就这样呢，因为这些事啊吵了2天，这事儿还没解决啊，女方父母那边又来事儿了，原定10万的彩礼啊，现在改口要30万，理由是啊男士家里条件太差了，女方嫁过去没有保障。男士一听啊就觉得是气不打一处来呀，他问姑娘，如果没有30万你不嫁是吗？这姑娘反过来就劝男士啊，我呀也没想到你家条件这么差，和我们家呀根本就没办法比，要这么多呀也只是想平衡父母的不甘心。男方听完呀直接提出了分手，女方父母还跟着姑娘说呀，不用担心啊，就她这条件啊没人愿意嫁她。结果过了2个月啊，男士又谈了一个姑娘，95年的，外企做翻译的，两人认识了2个多月啊就谈了恋爱。过了半年呢，也见了双方父母啊，大家都挺满意的。这个10月1啊就订了婚，就是今年的国庆节嘛，彩礼8万，腊月办婚礼。而那个姑娘分手之后啊，立马也是找对象，谈了好几个都不太满意，觉得对方呀不是家庭条件不好，就是长得不好，要么就能力不强。这今天上午啊，可算找着我了啊，很委屈的跟我说呀，自己很后悔啊，错过了这段感情啊。其实当时啊，他爸妈要30万啊，只是想在亲戚面前啊那里挽回个面子，毕竟他家里条件这么差，这亲戚啊都会笑话的。哎呀，这位姑娘，听你轻描淡写的说着这30万，我以为你是不差钱的人啊，结果年薪啊连人家零头都不到。委屈的哭诉，不就是这么多吗？我爸妈不就是要个面子吗？上辈子你妈一定是个土匪啊，投胎过来的是狗改不了吃屎。30万张口就来呀！啊，美其名曰要试探对方的态度，要给自己一份保障。可对方不要保障吗？国家还得照顾他家，你怎么就狠心剥削他呀？就因为他每年辛苦赚这么多，所以就跟他要这么些吗？怕是呀，他全家借钱娶了你，你也不会感恩吧？反而是理直气壮的觉得这就是应该给你的。好了，人家翻脸了，转身娶了别人，你还后悔了？你后悔的原因，怕不是错过这个男人吧，而是后悔没有找到比这个男人优秀，还能给你30万的人吧？哎呀，姑娘，这人呢都是将心比心啊，少点算计，你过得呀不会太差。这2天呢遇到个大事啊，忙得我是焦头烂额，也没顾得上给大家拍视频讲相声。这啥大事呢？就是我去给人提亲了啊，黄了。你看我这上火，嗓子哑了都好几天了。这去年啊，也就是春天那会儿啊，有一对这个单身青年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原本给男士介绍的那位姑娘没来，正好办公室有另一位姑娘，那他俩呢就碰见啊，就成了。这姑娘呢是27岁，是一名护士，男士啊是28岁，是一家知名上市企业的主管，年薪啊肯定不低的。当时呢是这个姑娘主动追的男士啊，人家这个男方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是个领导，母亲呢是大学老师，条件还可以吧。而姑娘的父母呢是在农村生活啊，还有一个弟弟。相比之下呀，这个女方的这个家境啊是要逊色很多的。这个男士呢也确实是喜欢这个姑娘啊，力排众议啊，是坚决要在一起。就这样呢，两人谈了有1年多啊，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这上个周啊，男方就委托我去了一趟女方家里啊，沟通彩礼的一些问题。去了之后啊，那沟通过程啊真的是特别不顺呐。女方父亲啊当场就提出啊彩礼要20万。那至于理由嘛啊，就是啊这个养大女儿多么不容易啊等等。哎呀，我听到这么高的彩礼啊，我当时是愣了一下，先是问了一句，这个有没有啊这个陪嫁多少之类的。因为很多条件好的这个家庭啊，人家彩礼高啊，陪嫁也是相当高的，礼尚往来嘛。结果呀，人家这个女方妈妈呀是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没有，有4床被子。听完我真的是哭笑不得呀。啊，我也是好言相劝啊，希望能够顾全大局。儿女的婚姻啊，不要过多的去加一些附加条件，彩礼过高啊，且不说国家不支持，这个男方啊，就算最后隐忍接受，你女儿在未来的婆家面前，她怎么抬头做人呢？人家女方父母不管呀，
一味的强调呀自己养孩子啊多么的不容易啊，理应有所回报。反正呢就是沟通了一下午啊，是口干舌燥啊，还是咬死着20万一分不少啊。哎呀，把我气的那嗓子啊哑了好几天呀。回来呢我就把这个情况如实跟这个男方啊说了一下啊，说这个彩礼啊怎么定。男方这边呢就表示啊是坚决不能接受，说呢家里最多就出10万，说能成就成，不能成拉倒。这样呢来来回回啊又给女方的电话又沟通了有2、3次，那真的是软硬兼施啊，好赖话说尽啊，就是说不动。诸葛亮活着他都能头疼。我呢也劝这个女方啊，为了孩子的幸福退让一步，别把事情啊搞得太糟糕。人家不怕呀，说要看男方的态度，这点钱都不愿意出，怎么可能对女儿好呢？你们不知道呀，这女方父母是多么呛人呢。反正呢咱也不知道啊，这到底是不是为女儿好。最后啊这男士啊就抱着希望打电话给这个姑娘啊，希望她能够去帮忙呢去说动一下父母。结果这姑娘是反过来劝男士呀，20万对你们家也不是什么大钱啊，也不是出不起，我爸妈就是想要个态度嘛，你给他就行了呀，这样呢我就能够嫁给你。哎呀，真的是典型的蠢呐。男士听完是直接骂了姑娘和她父母呀，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那就因为这句话呢，双方闹的是不欢而散。谁知这姑娘呀来了一个骚操作啊，回头啊就跟她父母说了，还说了男士骂人的话。女方父母啊气不过啊，就打电话骂了男士的父母。好了，最后结果人家男方是坚决要分手啊，不是彩礼的事情，而是接受不了这样的家庭。结果呀戏剧性的事情又出现了，女方呢全家又开始说好话呀，去挽留男士，希望我能够帮忙说说好话啊，虽然闹得很不好，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一起。这是什么操作呀，把我都给听懵了。这一波骚操作简直了，不仅侮辱了男方的智商，还要给人家脸上来踹一脚，是谁能忍？本身跨越阶级嫁过来就是你享福了，男方能够接受你，还能够接受你的家庭情况，你家里啊那是烧高香了。结果占便宜没够，反过来还想说服男士来接受你们家不平等的条约。20万说来就来呀，一分钱都不少。说你蠢呐，千万别不承认，人家男方不顾阶级差距接受你，求个平等待遇总没问题吧？还要高价彩礼，是不是心里没点逼数了呀？另外呀，挨了骂就应该识趣一点，结果还要当搅屎棍，转头就要跟家里去告状。你这直接背刺的行为啊，外加你弟弟的家庭条件啊，让你未来公婆觉得呀，这笔买卖太不值当了吧？真的是骂你啊，撒泼尿照照自己是一点都不冤。这彩礼啊谈不拢，那咱们就一拍两散好了。结果女方父母发现啊，原来的金龟婿啊，一下子变成了村口啊脑血栓的吴老二，这下慌了，赶紧求和呀，整的男方呀跟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反胃。突然想起一句毒鸡汤的广告词啊，3句话让男人给你花20万，我要的只是你一个态度。哎呀，又想上架又想要彩礼，你咋不上天呢？奉劝啊，认清现实，有点逼数才是一个人呢成熟的标志，好吧？好了，不说了，我要回家养嗓子去了。今天上午呀，我们办了一场相亲会，那现场真的啊特别精彩，我都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呀。主题呢叫做闪月8分钟，来参加的这个男女比例啊都是1比1的，大约有70多对儿。今天的表白啊还是蛮有意思，而且特别有意义啊，大家一定要听完。就有一位男士啊，是93年的，人家是一名体制公务员，身高有175左右，长相也不错啊，反正蛮阳光的看着。他是最受女生啊欢迎的，这有8位女士啊就中意他。哎呀，反正我见了还是觉得男士啊确实蛮优秀的。这按照规则呢，他要从这8位里面选出3位女士啊来接受他们的表白。哎，这有意思的事情他又发生了呀。他选择的3位啊，分别是99年的在事业单位工作的，96年的钢琴老师，以及92年的部队文职干部嘛。这3位姑娘的相同点呀，哎呀，也是男人们都统一的都比较喜欢的，就是身材好，长相也是倍儿漂亮。接下来呀，主持人就让这3位姑娘呢，一人说1分钟啊去表白。99年的姑娘啊，这个比较大大咧咧啊，倍儿自信，说的内容呢也比较言简意赅，就说啊自己特别喜欢男士啊，希望能够认识一下。完了，这个轮到96年的钢琴老师的时候啊，就有一点这个害羞啊，有点这个小紧张、小腼腆，说自己啊见到男士啊第一眼就觉得他会是陪伴自己走一生的人。那他相信爱情啊，喜欢1家2人3餐4季的这种生活，说的就比较有文艺范儿。这男生听了也有点不好意思呀。这姑娘刚说完呢，现场就有点内卷了啊。99年的姑娘就举手说呀，哎呀，我刚才那个话呀没有准备好，我想重新再说一下。那主持人呢就让他再说了一次。
这次的话呢就比较肉麻了。姑娘说呀，男士呢是她喜欢的类型啊，她愿意对男士好啊，等男士老了之后啊，推着轮椅啊带他看夕阳啊等等。最后一位92年的姑娘呢就比较稳重一点了啊，毕竟年龄在嘛。对男士说呀，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想有一个普通的家庭，由1家2口啊到1家4口，希望能够跟你啊有一个缘分在这儿。就这样呢，3位女士啊是各自表白完啊，由男士去选择了。谁知道人家男士啊就问主持人呢，我可不可以问3位女士啊一个问题？主持人呢就答应了。这个男士就问他们呀，我想知道你们谈过几个男朋友？这当主持人把话筒给这个99年姑娘的时候哈，这99年姑娘就说呀，哎呀，你先让96年这个姑娘先回答吧。然后呢就是96年的这个钢琴老师啊去回答。他说呢自己啊大学谈了2位，毕业之后呢又谈了2位，这不一共4位啊。接着呢99年这个姑娘呢就有那么一点自信哈，并且小骄傲，就说呀，我一共才谈了2位。最后到92年的这个姑娘的时候啊，她就有点害羞啊，就回答说呀，我是母胎单身啊，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待感情呢都比较谨慎。说完呢，旁边这位99年这个姑娘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缺心眼啊，就说啊，你这么大了还没有谈过对象呀？接下来呢，主持人呢就问这个男士啊，想和哪一位在一起啊，就去牵这个姑娘的手啊，一起走过来。那如果不喜欢呢，都可以啊放弃，选择啊其他姑娘。男士呢就考虑了那么一下下啊，径直啊走向了92年的这个姑娘，牵着手啊走到了主持人的旁边。剩下2位姑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下了台。主持人啊就问这个男士啊最喜欢姑娘哪一点？男士说呀，简单单纯。台下男士哗的一片啊都在鼓掌。那有很多姑娘来找我找对象的时候啊，都是啊想着啊自己条件越优秀啊，这个长相越漂亮啊，就越能够配得上条件好的这个男士。但是啊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发现啊，就是当自己优秀了，反而那些优秀的男士啊却不选择自己。这男人找对象呀，其实就看重那么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情史，第二个是性格，第3个是有思想，第4啊是年龄和外貌。所以啊姑娘们，你在找对象之前啊，首先要自爱，其次啊要多学会啊去理解他人，善解人意，有独立的思想和主见，这趁着年轻呀抓紧找。大家觉得这个男士啊选了一圈，选了一位比自己还大1岁的姑娘，合适吗？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位呢？你们不要总疑问我为什么总是吐槽女生啊，我从来都没有过性别歧视啊，我一向都是就事论事。昨天我们这边来了一位92年的男士啊，硕士研究生做工程方面的工作啊，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年收入保守啊是50万以上，那开着雷克萨斯，住着2层全款小洋房啊，父母还都是做建材生意的，年收入多少个 W 啊咱就不说了。这男方的择偶要求啊是本科以上学历，性格温柔，工作稳定就可以。那信息一发出来啊，至少40多位姑娘要联系，等着要见面看看。有一位姑娘87年的，比男士都大了5岁呀，还是大专学历，在企业是做前台的，非要认识。我说你比他大了这么多，这男士肯定不同意啊。他说自己显年轻啊。我说你们这条件差的也太大了呀。他说自己可以努力工作啊，拉近2人之间的距离。反正说什么啊，他都觉得和那个男士啊那是良配啊，非要见个面。我心里就在想啊，是你没数了还是我没数了？还有个姑娘呢是01年的，大学还没毕业啊就要认识，上来就给我发那个照片，哎呀，P 的都秃噜皮了吧。我和她说呀，妹子啊，年龄太小了，先好好学习。她给我来了句啊，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哎呀，那可把我气得够呛啊，直接给她怼了回去啊，学得好才能嫁得好。还有一位92年的姑娘啊，条件还挺好的，在事业单位工作，这父母也是事业单位的。哎，照片看着也比较舒服啊，这个身材呢也挺好。结果上来就问呢，这男士住的地方离我太远了，能不能在我这边给买个房子呀？大姐呀，真的八字还没有一撇，你让别人给你买房子。他说啊，我自己条件也不差，我的前男友啊都抢着给我买呀。如果一个男人不愿意付出什么，怎么娶老婆？你看看呀，这是做梦没睡醒啊，梦游梦到我这儿来了。30多岁的人了，怎么这么异想天开呢？我的王八肯定又没看好门啊！你图人家条件，还得让人家跪舔你，你咋那行嘞？后面他直接就跟我说呀，那如果男士不愿意在我这买房，那就算了，我不认识了。接着还有一个94年的姑娘啊，是我觉得还算是蛮合适的啊。初中语文老师，外形条件都不错，这父亲也是公务员，母亲是医生，还比较门当户对。这个姑娘呢也觉得人家男士很优秀，也很想认识。
这一开始沟通啊，这个话题啊还是比较正常的，后面画风啊是直接不一样了呀。这男的怎么30了还没对象呀？哎呀，个子有点矮呀，长得也不是很好看。这父母做生意一定很忙，他没有父母的陪伴，这心理是不是有问题啊？性格是不是不好啊？他赚多了钱是不是容易出轨呀？哎呀，这些问题直接是让我目瞪口呆，无法回答呀。你们都问我为什么吐槽女生，你看看好多女生来找对象啊，上来就是要车要房，还得全款，还得市中心，年薪6位数打底，最好7位数。这除了物质条件好呀，还得要求啊男人情商高，有感觉，有眼缘，有上进心，能懂你，能体贴你。哎呀，真的做优秀男人好累啊。你说你条件行也行啊，关键是你条件他也不体面呀，一辆桑塔纳总想往奔驰 4S 店里做保养，那谁能待见你呢？门都不让你进吧。你们说说，我还能吐槽谁呢？条件差的男人择偶要求基本都是女的活的，条件好的男人啊，有实力的人家光选择就忙不过来了。反观好多相亲的姑娘是一点都看不清楚自己是哪个阶级的。我劝那些姑娘啊，你们啊尽早是在相亲市场上多走走啊，带着镜子好好看看，比你优秀的多了去了。整天还鸡蛋里面挑骨头，是这也要那也要，这不行那不行的。90%的姑娘就盯着那10%的男人，你让我天天吐槽我都说不完的呀。我已经很克制自己了啊，所以呢，以后啊，你们别管我吐槽谁，谁不对我说谁。我那些王八兄弟们啊，天天和我在一起混的都恐女了，恐的是那些啊不自知异想天开还双标的女人。这接着啊下雨了，没有人来找我许愿啊，就特别闲呀。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啊，这个颜值在相亲市场上到底重不重要？我可以先明确的告诉你啊，相当重要。重要到你只要长得不好看，不合别人眼缘，那在相亲市场上，你就算其他的优秀的光环再多都没屁用，往往结果是惨绝人寰。就有一位男士35岁，北京大学的博士，优秀吧，做科研工作的，年收入轻松是30-50万，人家父母都是大学老师、高知干部，不论家庭还是自身条件，他都是很优秀的。就是本人个子不高，而且偏胖五官长相他不是很好看，反正不合眼缘他相亲了4-5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这很多都是看资料满意，但一见到他本人都说没眼缘。反正所有的拒绝理由无非就是觉得男士长得丑。这前2年呢，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28岁，本科学历，有编制的小学老师，长相挺漂亮的，这男士挺喜欢。见了2次面也问过女士是否愿意交往，女士也没同意，也没拒绝。男士就开始追车接车送，有教必应，礼物也送不停。就这么过了大半年手都没有牵过，送姑娘上班都得离公司远一点。夏天呢，这个姑娘过生日男士给她安排了一个饭店最大的包间，现场布置得很漂亮。他跟女士说自己有事就不去了。其实呢，就想借这次机会给女士一个表白的惊喜。晚上呢，女士跟朋友就去吃饭了。这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黑灯男士推着生日蛋糕，手拿鲜花就进来了，单膝跪地就表白结果人家姑娘立马很尴尬，直接拒绝和朋友解释说男士只是普通朋友，大家别误会了。男士听到这很伤心转身就走了。女方被甩心里很不痛快说男士既然长得丑就不要脾气大，还情商低。在相亲市场上也有一些姑娘条件很好，但是因为长相呢是屡屡碰壁。条件好的男士都喜欢漂亮的，这条件差的自己他又看不上。人生他总是这么纠结。有句话叫做三观跟着五官走说直白一点，就是你长得好看，咱们俩三观就合适；你长得不好看，我们的三观它压根就不合。千万不要听对方说哎，我这人不看长相，看人品的。我给人介绍这么多对象，我告诉你这个人一定很虚伪。人品都是需要先相处一段时间才看的，那第一眼看的永远都是颜值。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它就是这么不公平。95%的人不论男女大家都是看脸的。长得好看、条件又优秀的5%的男性得到了95%女性的爱慕与心动，而95%的男性去争夺那仅有5%的漂亮又聪明的女性。我不是去攻击那些看脸的男女因为不看脸并不是他们的义务。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利己的择偶要求，明白这个基本逻辑，不是为了让你找到一个冠冕堂皇去伤害别人的理由，而是当你作为弱势群体的时候，如何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自己。换句话说如果你是马云，就不要用陈冠希的那套方法，你要学会用自身的性格魅力。相亲市场上看脸现象是特别严重的，因为有对比有竞争。那你可以在生活圈当中多去努力，制造认识的机会。两性关系的和谐的点在于感觉，那你就要去制造这种感觉，
比如说呀，你情商高，会来事，会说话，或者说你性格幽默，或者说你做事啊有目标、有方向，很淡定，对未来有规划，侃侃而谈。那女性呢，就是性格啊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明事理等等。这些性格魅力啊，可以让你在两性关系当中啊占有优势。当你的性格魅力和能力以及内在的影响力啊超越过你的外貌，那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呀。没有内在呀就去创造，谁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躺平和摆烂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家呀不要自暴自弃。这萝卜茄子一筐菜，歪瓜还有裂枣爱，人生处处是惊喜啊，破锅自有破锅盖。今天上午啊，有一对相亲男女是先后啊找我告状，就挑那饭点，我这中午饭我都没怎么吃，那简直都是啊各种痛批啊对方的这个不好啊。起因呢是两人呢是婚前试婚了2个多月，结果呢过的呢是一地鸡毛呀。男士呢是93年的啊，本科是一名培训讲师，生活呢也是比较能说会道的。女士呢是94年的大专企业的一名采购。两人呢是今年这个3月份的时候给他们介绍认识的。他们见面天啊，我就印象特别深呐。俩人刚碰面的时候啊，男士就很热情啊，夸赞这个女士呀是这儿好那儿好，人好性格好等等的一串啊彩虹屁。女士呢是被吹为捧的也是有点飘飘然啊，一个劲儿的捂着嘴直笑呀。咱啊就该说不说，为什么有些男士啊他总是相亲老失败？你这起点呀就比别人落后了呀。见完面之后啊，这个男士夸女士啊是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女士夸男士啊是行为绅士啊也很关心人，那真的是相见恨晚呐。就这样呢，两人啊认识了有1个多月之后就确认了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呢也是很甜蜜啊，三观合适，性格合适，哪都很好啊。在一起3个月之后啊，两人呢决定啊婚前试婚。女士呢就搬到了男士那里啊，不是不知道，一试啊那简直都是一地鸡毛啊。刚在一起的前半个月啊，两人特别的和谐。男士送女士是上下班，晚上呢一起去外面吃饭，偶尔呢买点现成的回家呀，再来个烛光晚餐。这今儿啊吃牛排啊，明儿啊吃龙虾，这周末再来个涮个火锅，好是甜蜜啊。可奈何呀，钱包不允许啊。于是呢，两人呢就决定啊下班回来自己做饭吃饭。这一开始啊是男士买菜，女士做饭，但男士有时候下班比较晚啊，就有点耽误。这没办法呀，姑娘呀是早下班回来啊，就去买菜回来做饭。男士回来呢就吃现成的。之前男士还刷碗啊，慢慢的就不太想刷了。这吃完饭呀就往沙发上一躺就开始玩游戏，理由啊是自己下班晚啊太累了。这姑娘心里就有意见了呀，啊都上班，凭什么就我做饭给你吃呀？两人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姑娘是比较爱干净的，男士就邋遢一些。每次下班回来啊，这个脱下的袜子啊就脱成一个球啊，塞到鞋里。第二天早晨啊再打开啊接着穿。就因为袜子这事啊，这两人吵了好几次。姑娘呢每次让他晚上把袜子给洗一下，但男士说呀没臭味不用洗。两人就因为这件事情啊都不欢而散。周末呢两人也是啊各种矛盾不断。姑娘想去看电影啊逛个街，男士说呀看电影就回家看还免费，这结了婚啊以后还是要过日子的，不能太浪费了。姑娘呢就越来越有意见啊，觉得两人的三观是严重不同啊。后来就有一次啊，这个姑娘到了生理期嘛，这个肚子疼，男士就给她买了一包红糖啊扔到桌子上。这个姑娘呢就要求男士啊给她冲好。男士就觉得她呀太矫情了，又不是不能自理了。就因为这事儿啊，俩人啊又吵了一架。这个家务啊也是啊吵架呀，谁都不想干。姑娘的理由是啊，这还没结婚呢，又不是我家，为什么要我去做保姆？男士觉得呀，生活在一起啊，那就互相帮助啊，家务啊就一起来干。另外，这男士有抽烟的习惯，以前啊觉得这个男士抽烟啊挺帅的，后来觉得这家里啊烟灰到处都是，而且还很呛人，就受不了。还有啊，就是这个姑娘呀，这个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手洗，一件裙子啊都要扔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男士啊嫌它太浪费水了，而且呢只洗自己的衣服啊，从来也不给男士啊这个洗衣服。女士有意见呀，我干嘛要给你去洗呢？就这样呢，两人呢每天生活在鸡毛蒜皮的争吵当中啊。男士说姑娘是特别的斤斤计较，不止矫情还作。姑娘说男士呀有大男子主义啊，生活邋遢，脾气还不好。最终啊试婚2个多月之后啊宣布了分手，互相埋怨对方呀。哎呀，都是试婚惹的祸呀！大家支不支持婚前试婚呢？那关于试婚的说法真的是众说纷纭啊，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啊。
但你要是决定试婚同居在一起，你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啊，试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们生活在一起互相挑彼此的毛病，而是要在出现矛盾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沟通，学会互相去退让，互相理解和包容，这样的试婚呢才会修成正果。两个人在一起啊，性格不一样，一定会出现矛盾。那这段感情能否长久啊，幸福，不是看你们卿卿我我有多甜蜜，而是要看发生矛盾的时候是否会处理，是否愿意去包容对方，去理解，去妥协，这才是试婚的目的啊。当然，一定要坚决拒绝那种以试婚为理由却不想以结婚为目的的流氓行为，太可耻了。最后问问大家呀，你们接不接受婚前试婚啊？